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上海各界纷纷举行活动，致敬历史，砥砺前行，矢志再创新奇迹，续写新华章。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今晚举办致敬场，叶现约见红色电波，光影映初心。上海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缩短非户籍居民购房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可增购一套住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因功能调整，申请退出国家4A 旅游景区，未来如何运营？记者实地探访。大型工地数千工人用餐有需求，但周边流动摊贩聚集，存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隐患，能否做到疏堵结合？记者展开调查。以军空袭拉法流离失所者营地，包括妇女儿童在内，至少50人死亡，仍有大量人员被困火灾现场。遭袭地点属于以方指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区域。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赵阳。大家好，我是亚楠，这就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首先关注到，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强化党政机关预算约束相关工作，做好市民群众关注的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会议指出，上海经济运行基本面保持着向好态势，二季度是抓经济增长的重要窗口，要咬定全市 GDP 增长目标，在强化对标对表、找准差距短板、聚焦重点关键上再加力，要发挥经济大区动力源作用，提升重点企业的贡献度，全力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破解发展瓶颈，要提升政策组合拳、活动嘉年华的融合度，发挥5.5购物节、上海之夏活动的综合效应，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把活动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会议原则同意强化党政机关预算约束相关工作措施，并指出，要强化制度约束，严格控制3公经费，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新设项目，把资金更多用在为发展增添后劲儿、为民生雪中送炭上。要着力建设节约型机关，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原则，积极盘活存量资源，推进资产循环利用、共享共用。要着力提高支出效能，全面推开成本绩效管理改革，做好支出项目的成本测算、过程跟踪和绩效评价。会议指出，推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要坚持程序规范与操作便利并重，进一步细化完善政策补贴实施细则，简化优化操作流程。要加强全链条监督检查，确保实现闭环管理。前端要加强监督管理，严厉查处经营性改装、销售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末端要督促指导整车回收拆解企业与电池回收单位规范处置，坚决防止出现乱拆乱卖、环境污染、整车及零部件回流市场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严伟黎报道。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施特凡·魏尔一行。龚正说，早在1984年，下萨克森州沃尔夫斯堡市的大众汽车集团在上海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上汽大众，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轿车生产基地。希望加强经贸和双向投资合作，欢迎更多下萨克森州企业用好进博会大平台，积极来沪投资。同时，希望持续加强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威尔说，此次率领大规模企业代表团来华，就是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紧密合作。我们不需要贸易保护主义，期待在规则框架下共同挖掘两地合作潜力，为两地增加利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明、下萨克森州议会议长汉娜·纳贝尔、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赫德满参加会见。记者严伟黎报道。共同打开夜线封面，今天是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回顾解放上海战役，传承红色英烈精神。今天，不少市民群众和烈士家属自发前往各大革命场馆以及烈士陵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上午9点，宝山烈士陵园内全体肃立，向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随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瞻仰解放上海烈士英明墙，并向烈士们敬献鲜花。作为上海的北大门，宝山是上海解放战役的主战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这里鏖战乐谱，激战刘杭、洋行，前期无松，浴血奋战16昼夜，有7613名指战员献出了生命。时任第3野战军259团团长的胡文杰就是其中之一，年仅33岁。牺牲22天后，他的小儿子胡继军出生了。今天，75岁的胡老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到现场，在刻有父亲名字的墙碑前久久伫立。我们父子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留下我终生的遗憾。但是，我觉得75年来，父亲无时不刻的在我身边，在引领着我，在影响着我，在感召着我。我长大以后，我也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成为了一名军人。而在高桥烈士陵园纪念广场，社会各界代表也向革命先烈缅怀致敬，全场肃立，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浦东地区是上海解放战役的另一个主战场，以高桥争夺战最激烈、最艰苦。在这场激战中，我军共歼敌4000多人，很多战士也永远地倒在了这片土地之上。参加这个活动，其实让我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它的历史、它的传承有了更深的感悟的，激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青年一辈。你牺牲在了黎明破晓前。原本周一闭馆的中共1大纪念馆今天特别开放，推出日月焕新、初心不变，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别活动。活动用3个情景党课带领大家感悟峥嵘岁月。在微剧《祝上海解放》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第一声。小报童派发的《解放日报》引来市民争相阅读，这些场景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共鸣。我的父亲就是当年跟着陈毅将军从丹阳一路行军到达上海的，非常感动。他让我想起来了我的老父亲，他让我想起来中国的解放多么不容易。所以每次排练的时候呢，我都会默默地流下眼泪。我回想起老一辈革命者这样子的精神。我们演这样的剧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种精神的洗礼吧。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入夜时分，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晚7点49分和8点24分，东方明珠以亮灯方式高空播报《摩斯密码》“我爱你，永远”这2句来自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结尾。电波穿越时空，送上了一封特别的红色情书。不仅是东方明珠，在白玉兰广场震旦大厦也是亮起了光荣之城、崇敬英雄、庆祝解放上海75周年字样和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图样等，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上海滩的夜空。为了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弘扬拥军优属、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以强军铸魂、同心筑梦为主题的上海双拥工作展览馆今天正式开馆。400多张图片，300多件的实物，生动展示了我国双拥工作发展的经历，以及上海居民一家亲的鱼水深情。展览以上海解放以来双拥工作的发展历程为主线，通过3个板块展示了卓有成效的双拥工作成果。展馆内，南京路上好8连的3个箱子特别引人瞩目。1949年8连跟随大部队进驻上海后，驻守南京路，发挥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与好8连结对共建的云中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朱慧娟也始终秉持双拥优良传统，20多年来竭尽所能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把人民的子弟兵当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只要知道了以后，我会第一时间
带着兵妈妈们一起赶到现场去。这两面墙展示的是当年全市内陆水运航线的军人优惠船票、军用供给粮票、兵役证登记册等，这些都是退役军人邵根才的个人收藏。尽管他已不幸离世，但这条别样的拥军路已交由妻子继续守护向前。把他遗愿当我作为我的心愿。作为全国首个系统展示双拥工作的展览馆，从策划、搜集到梳理、展陈，前后共花了6年时间，形成了180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文字注解近3万字。遵从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展示我们上海军政军民团结的生动画面。据悉，展馆每周1到周5向社会开放。记者沈健报道。为赓续传承红色血脉，提升全民国防意识，今天共筑国之长城上海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启动。与此同时，上海解放纪念馆等也通过主题巡展加思政课堂的形式，走进校园，为学生们呈现了一堂堂别开生面的红色文化课。下午，共筑国之长城上海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启动。上海市大学生国防教育研究中心合作联盟为上师大、上理工等4家新成员授牌。每年会选送40名的一个大学本科生入伍。其实我们学校又成立了上海退役军人学院，这是我们以后国防教育的一个主要的支撑点。上海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后续将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爱我国防主题征文等8项市级重点活动，持续掀起红色文化和国防教育热潮。70多年前，上海的解放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新生，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上海解放纪念馆推出了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系列活动。第一站走进宝山区实验小学，学生们聆听宣讲员的专业讲解，边参观边记录，感受历史中蕴藏的伟大精神。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让我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在上海解放75周年这样一个日子里面，对孩子进行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一方面铭记历史，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为我们的祖国做贡献。除了巡展，上海解放纪念馆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以背包上的入城纪律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思政课。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转换一个话题，今天晚间，上海发布了房产新政，自明日起实行。详细的情况，我们请张扬带来。好的，亚楠，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今天晚间，5月27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市税务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调整优化住房限购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优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以旧换新等9条政策措施。限购政策方面，一是缩短非户籍居民购房所需缴纳的社保或者个税的年限，将非户籍居民购房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的年限从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调整为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而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相应从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调整为连续缴纳满2年及以上。二是扩大重点区域非户籍人才以及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将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区域扩大至所在区全域，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2手住房。三是调整相关政策口径，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不再按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同时调整住房赠与规定，已赠与住房不再计入赠与人拥有住房套数。四是支持企业购房用于职工租住，对于企业购买小户型2手住房用于职工租住的，不再限定购买住房的套数。新政的还对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予以了支持，一是增购1套住房，对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包括非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再购买1套住房。
二是优化首套住房套数认定，优化多子女家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标准，减少购房的利息负担。新政还优化了住房信贷政策。首先呢，首套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0%，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调整为3.5%。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5%，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调整为3.9%。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继续实行差异化政策。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0%，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调整为3.7%。而公积金政策呢，目前针对家庭购房，上海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上限为120万，此次新政提高至160万，并且呢，多孩家庭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上浮20%，即最高可以达到192万元。而个人公积金含补充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80万元。二套房方面，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65万元，家庭公积金额度上限调整为130万元。此外呢，公积金首付款比例也同步下调，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购买二套改善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5%。其中，所购住房在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区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0%。此外，为了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上海将对符合条件的以旧换新居民家庭给予住房置换期间过渡租房、装修搬家等适度补贴。自5月2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在1年内出售外环内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及以下的唯一住房，并购买外环外一手住房的居民家庭，可以向购入一手住房所在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补贴标准，则按照出售住房的建筑面积实行分档定额补贴。建筑面积30平方米以下的每套补贴2万，30到50平方米的补贴2.5万，50到70平方米的每套补贴3万。补贴呢，可以在办理新购一手住房不动产权证后领取。这一次呢，就是说这个政策啊，很明显关于这个存量跟增量呢进行统筹，这个呢，我认为也是上海呢这个在这块呢应该说做的这个有非常完备的一些政策啊，以旧换新的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补贴的一个做法，这个我认为是这个一线城市首创的，对于我们这个存量跟增量的统筹啊，也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相信这是上海的这个政策以后呢，对于这个解决上海本地的这个工作的生活的相应的这个住房问题呢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提振效应同时呢，对于全国来讲，整个这个政策的一个预期包括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行情提升都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作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进入夜线关注。近日有市民向本台反映，说是杨浦区广德路与杨树浦路交叉口附近的几处工地门口，经常有个体商贩前来摆摊儿，叫卖餐食、水果、日用品。而这里每天进出大量的卡车、货车，流动摊贩们占道无序经营，显然带来了一些交通安全隐患。在广德路与杨树浦路交叉口以南，有4、5处工地集中于此。工人收工后就会聚集到工地门口的流动摊贩处买饭菜、挑水果。面多少钱呢？10块钱一份，炒面好吃的。每天过来就无证的去卖饭的，就是中午每到中午的时间，他们分批的吃饭的嘛，工人一拥拥的就在马路边上，他们买饭的嘛。难道大型工地没有解决工人吃饭的食堂吗？一位排队买饭的工友向记者道出原委。生活又差，食堂又小，我们下班时间又不成，又集中，就打饭有时间忙，打饭得排队吧？全部排队，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出来卖一点。食堂卖的这服务业一点咋弄？还不好吃，还无言。记者在一处工地的食堂大厅看到，仅有的2个取餐窗口前，在饭点排起了长队，单价16元一份的饭菜比路边摊稍贵。不过，由于路边摊贩属于无证经营，他们在抓紧兜售的同时，还与城管队员打起了游击。城管来了，赶紧走啊，走！我不卖，
我都卖了。有的摊贩即便被城管抓住批评教育处以罚款，但等执法人员一离开，他们便重新回潮。我罚的多了，加得起。我刚才就说了，加了有3-4千了有。我也没办法，我也为了生存呀。罚也要卖。罚也卖。然而，这种占道经营的行为却潜藏各种安全隐患。现在工地上处方车进出比较多嘛，一个骑单车的被压死了，他们都是无证经营的，小作坊的。一个就是食品的安全，还有一个那个交通上面的。一边是工人有时会便捷的用餐需求，另一边呢是流动摊位带来的各种隐患。那是否有可能在属地的行政管理以及引导下，找到一条合规可行的两全方案呢？记者联系到了属地大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负责人。道路设摊这一块呢，我们坚决打击，因为通行车辆也好，施工的这个人员也好，聚集在一起啊，觉得是会产生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据介绍，该片区项目工地的峰值就餐人数可达数千人，受现场出餐数量和用餐条件的限制，致使流动摊贩们抓到了市场与商机。目前，相关属地负责人正在引导项目管理方与周边餐饮企业积极对接，以期找到解决之策。我们可以把一些具备经营资质的、提供合格卫生产品的这些企业，这个归纳汇总，提供企业方作为招标也好、选择也好，作为他们的一个选择。下一步，我们督促并举、齐抓共管，这个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安全环境、占道设摊的这些现象，进行有效的管控与处置。记者马跃龙报道。今天下午，上海市文旅局发布了一则公告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因为功能调整，申请退出国家4A 旅游景区。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定，同意取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目前，环球金融中心是否仍对外开放，情况如何呢？记者下午进行了实地探访。下午3点，记者在环球金融中心 B1 层入口处看到，曾经位于此处的售票处已消失不见。目前商场 B1 层仅剩餐饮功能。随后，记者以公司办活动需要租借场地为名，找到了现场工作人员。不像包场活动的客人，他们一般会从这个通道进入。这个通道我们对外的叫环球金融中心东开路入口。那你们这儿平时一般活动会多吗？最近挺多的，因为1个月几场有。该工作人员随后带领记者前往94、97、100层的观光厅。在94层的观光厅内，记者看到原先的咖啡厅等休闲设施已全部撤场。报价的话，我可以现在口头报给你。我们94楼的25万一天，如果你有97和100的话是15万。观光厅场地租赁工作人员介绍，事实上，自去年1月1日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就已不对外售票。退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不是因为缺少客流，而是因为中心正在进行功能调整。对外租赁是探索之一，但是否长期运行该模式，目前还未有定论。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100层的悬空观光长廊一度被游客誉为打卡陆家嘴天际线的最佳点位。事实上，对于旅客登高观光的需求，仅在陆家嘴就有金茂大厦、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可供游客选择。开心呐！好，上明珠塔了，开心。我们是柬埔寨的。为什么今天想来逛一逛东方明珠？因为梦想很好，很漂亮，中国很漂亮。记者邢颖报道。下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创业英才——上海萨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建正。短短7年的时间，从最初的3个人2张桌，到如今近200人的规模，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打造了响当当的机器人民族品牌。小萨，请讲，帮我拿可乐。好的。听到指令，机器人小萨转个身，灵活地用机械臂拿起货架上的一瓶可乐，递给一旁的张建正。有意思的是，小萨的眼睛不在头上，而是在手上。我们的工业视觉呢，还做不到像人的眼睛一样，它的幅面那么大。为了实现这个精细作业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有限的这种视觉的这种资源放在我们的手臂上，实现它的手眼协调。
12年前，张建正从上海交大毕业，进入一家日本知名工业机器人公司工作，期间攻克了不少难题。2017年，他在母校门口的大林浩湾创建了萨智智能科技。7年后，企业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小萨已在物流、仓储等领域应用，还远销东南亚。眼下，第3代小萨正在研发中。第3代呢，我们就会做4个手臂，加上头部的4个眼睛。企业创新研发的手眼脚脑一体化协同的智能移动共融机器人，在复杂场景下具备自主决策、自主导航、自主作业的能力，已在数十家大型企业得到应用。企业规模也从最初的3个人增加到现在的近200人。不过，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多的一次，我们一个方案有20次的一个变更。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看准一个方向，认为是对的，会一直的会做下去。在大林浩湾，像这样的硬科技企业有4000多家，其中60%到70%都是高校师生、校友创办的企业。去年，大林浩湾内共有72个高校成果转化项目落地，60多家成果转化企业完成融资超50亿元。记者潘瑶瑶报道。明天，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运营即将迎来1周年。作为全球首发用户的东航，今晚正式接受第6架 C919， 这也是东航新增订100架 C919 订单的首架机。随着国产大飞机 C919 迎来商业运营的1周年，那么今天东航也是从中国商飞这儿接受了它的第6架 C919， 机号为 B919G。那么这也是东航100架 C919 大单中交付的首架。自2023年5月28日商业首航，东航 C919 商业运营机队实现了多条航线的初步规模化运行。截至2024年5月27日，东航5架 C919 飞机累计执行航班2181班，运行技术状态正常，安全飞行表现良好。C919 安全飞行超过了6000小时，通航4座城市，载客近30万人次，日利用率也显著提升，运营安全平稳顺畅。如今100架大单的首架机交付，正在实现从6到100架的突破。预计到2024年底，东航 C919 机队将达到10架，直飞的航线也会继续上新。后续，东航 C919 将主要投放至东航主基地市场及重要商务、旅游干线市场。不久的将来 ，C919 将成为东航的主力机型，民航的主力机型，将飞遍中华大地，飞出国门。记者许新元报道。进入夜信约见，作为影史留名的红色经典，永不消失的电波拥有许多版本的艺术演绎。其中，上海歌舞团的原创同名舞剧，以突破性的编导创意和优秀的表现力，成为上海制作出品、传播红色文化的城市名片。如今，在迎接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这部舞剧再度换新表达，以舞剧电影的形式走上大荧幕，与观众见面。今晚，该片在美琪大戏院举行了致敬场观摩活动。我们先来了解这部作品，随后展开阅见。今晚，作为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是集重点电影项目，舞剧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了致敬场观摩活动，电影主海报及定档预告片同期发布。开场还有1小时，现场已经挤满了按捺不住的观众，不少都是被舞剧版吸引来的电波迷。作为电波的粉丝，看了50几场现场之后，就是看一下他在大屏幕上的那个表现，就非常期待。之前舞剧就非常的火嘛，然后它的一些内涵可能能够通过电影更好的传达给我们年轻人。我觉得自己是特别的珍惜当下啊，也感恩先烈们的付出。主创团队也来到现场分享心得，希望通过舞剧电影让更多观众了解，走进上海红色精神，线上线下共筑电波远传，经典永驻。我们在大荧幕里，在生活里真的生活了一把，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自原创同名舞剧，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全长90分钟，由上海歌舞团原班青年舞蹈演员倾情出演，结合实景拍摄、虚拟拍摄多种拍摄手法和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多层次地还原呈现出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英雄故事。我们用了很多新的科技，譬如 MoCo 就是机器人拍摄，还用了 XR 的虚拟影棚，同时又用了很多的装置艺术，将空间和延伸出来，把这些作品延伸出一个非常丰富的、具有现代性的这么一部作品。从1958年的同名电影到2018年的同名舞剧，这段红色历史已多次被改编成艺术作品。如今舞剧电影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如何致敬经典，甚至超越经典，对演员和制作方都是巨大的挑战。为此，主创们反复学习，反复雕琢。怎么放？怎么喝？是夹着还是挎着？这把枪是你上的膛，一打就得钻。3、2、1，好！哎。记者许新元报道。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上海歌舞团团长王岩、上海歌舞团荣点首席演员王家俊，以及上海上市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瑜。欢迎3位到来，欢迎各位。首先想请教小王团，作为我们的这个舞剧和我们的电影的第一出品方，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成绩？其实我们首次登上舞台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在全国的30多个省市，然后50多个这个城市，67个剧场演出了614场的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一个战绩，应该说也是，整个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跨度非常短，但是呢战绩非常辉煌。然后它也是我们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啊，也是获得了我们的文化大奖，我们的5个1工程奖。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的年轻观众，都是拎着行李来看我们的电波。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舞剧圈里边，对于我们永不消逝的电波是非常的这个认同，也认为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舞剧作品。确实，正如王团所说的这样，我们已经积累下来了非常好的这样的口碑。另外，那周总对于这样一部原创舞剧，我们是怎么想的去做一个电影化的改编？我们当时立项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一种考量？其实最早我们来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初心很简单，想把我们艺术家最美的瞬间保留下来，用我们的大荧幕的方式向更多的人群来做推广。但是呢，随着我们主创创作的深入，总导演郑大圣他带着我们整个主创不断在研究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把电波这张上海城市名片用更加具有这个创新的方式去发散出来。所以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电影这个艺术载体和我们舞剧这个艺术载体一种非常奇妙的浪漫的一种对话，用这样的一种大家相互赋能的方式，把我们上海这个城市的电波故事向所有人来做传播。那周瑜总刚才提到了一个相互赋能，其实我们说在现场看舞剧的更多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神和感官来感受整个的空间，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更多的是导演的思维，他的一个视角给我们进行一种传递。那王团，您觉得这两种碰撞，它可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从我们的舞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电影和舞剧的一个整体的结合，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舞蹈演员的最好的一个最黄金的一个状态永远的就定在我们的荧幕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通过一个影院和我们的剧院的一个双向互补的一个方式，能够请我们的观众再回到我们的剧场，定下心来感受到我们优秀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来感受我们线下演绎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以这是一个双向互补，也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式。王团提到了双向互补，家俊作为主创，你觉得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里面做一个切换，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首先，我觉得自己特别荣幸能够有机会去饰演这样的舞剧电影，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上海歌舞团所有的演职人员的努力下，把我们的作品得到了这么好的市场的需求，然后才有机会能够演出这样一个电影的机会。
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画面是我自己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不同的角度，它有更多新的想象力空间。我想这部电影它应该是给我们曾经看过舞剧的观众们的一个礼物，同时也是给我们这些演员们的一个礼物。确实啊，通过主创的介绍，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另外，这周一总，我们知道，为了去能够迎合我们现在年轻的这样的受众，大家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改编。在这方面，我们是基于什么样一种考量？首先在电影的制作当中，我们除了在舞台上去做拍摄，还采用了大量的实景拍摄，包括我们还用了虚拟影棚的拍摄。大家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我们的故事的叙事是穿插的方式，并且我们也放入了大量的真实的、很珍贵的历史的资料镜头，从导演视角来更好的讲述我们这个故事的一种方式。另外呢，考虑到我们这个电影作品啊，它还是一种有大众传播的属性，所以呢，我们在营销宣发的过程当中，也结合我们电影的主题，其实想把我们这个密码摩斯密码，也就是我们这个电波密码的这个元素做充分的放大。所以我今天也带了一些样品啊，我带的这个项链是我们的这个摩斯密码的项链啊，包括我们还做了非常漂亮的胸针，也是把我们电影当中最美的我们的这个画面，舞蹈的画面去把它定格下来，就是希望通过大众传播的我们的电影的作品也好，我们的周边也好，把我们的这张文化名片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上海有这样好的这个故事，有这样优秀的出色的演绎。确实，正如您刚所说的，年轻人可能更多需要一些浪漫的语言的表达。那属于红色的浪漫，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新奇的，或者说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但是我们说，电影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技术，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它们的应用对于我们的电影来说，对于我们的舞剧来说，会不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呈现效果？我们这一部电影它作为一个电影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没有对白。这个对我们的电影主创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因此呢，我们会想到用新技术来赋能，去把它的这个所有的视觉元素充分的放大。此外，大量的音效设计是体现了非常浓浓的海派风情。所以我们这部电影是采用这个全景声的一个制作的方式并且呢是 4K 超高清拍摄。那么目的都是为了用新的这个技术来赋能我们电影内容故事的一个讲述，让大家有充分的视听的感受。因此呢，我们电影虽然没有对白，但是90分钟可以说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长。您刚才也提到了里面会有一些历史资料片，包括用一些纪实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具体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结合呢？我们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这个改编自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白烈士的故事。因此呢，我们的主创采用了大量的这个调研的方式，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像上海图书馆等等，包括我们也和我们上海印象资料馆也做了沟通，也调取了大量我们这个真实的上海的一些老上海的镜头，包括解放这个当时解放的镜头等等，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的更加有力量，因为真实的力量是无可撼动的。确实，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真的在大荧幕上能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那佳俊作为这个主演，我们在舞剧的时候，你参加了很多的这种的排练演出，那这次参加电影的演出，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和新的体验？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当中有个家。是我们自己去建立的家，所以里边的家具、里边的所有饰品，它让我们演员自己去挑自己喜欢的，放在自己喜欢的位置，甚至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里边吃饭、聊天、生活。导演用一种很新的方式让我们放下来，整个人投入到这个生活里面去。然后他偷偷架起了摄影机，他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拍摄过程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感受吧。等于是完整的记录我们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在这边。另外，我们说电影它可能会通过镜头去对我们的一些动作表情做一些放大，在这边那可能会更加的去注重一些细节。那你觉得对于这些细节的注重，对于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剧现场的表演，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助力呢？回到舞台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表演的方向会更照顾到当时现场的观众，所以它会有一些夸张化，它会要照顾更远的10几排、20几排观众。那电影它有摄像机在那边，所以我们表演方式是更向内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经过了电影的拍摄之后，当我再回到舞台上的时候，观众说：“好像没有什么
动作上不一样，但是感觉好像你们演员有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在里边，又有一种新的感受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拍摄过电影之后，整个人对于家也好，对于生活环境也好，有非常具体的一个想象。那通过刚才这样的介绍，我们对于整个创作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另外，王团，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红色经典，那永不消失的电波，对于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有很多这样的新奇的震撼或者说感受。那从我们创作的角度，我们是想传播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其实就是在创作的这个前期啊，我们的电影总导演郑大圣以及和我们的舞剧的2位总导演，我们的韩真、周丽啊，都前期开了很多很多的会。我们就是希望是能够在这个电影上面能够把更好的这个舞剧的这个元素既能够保留，但是又能够让大家开展更多的遐想的这个空间。我们的这个总导演郑大圣他说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番外篇，它既独立成篇，同时呢又能够给到大家很多在舞台上看不到的内容。刚才嘉靖也说了，这样的话既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以及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回到我们的剧场会怎么样去感受到我们这台舞剧的更震撼的一个魅力。不管是从舞剧电影还是从我们舞剧的这个角度，都是希望能够根据红色血脉，能够把上海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 IP 的精神更好的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的海派文化和我们的红色文化，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红色精神与我们这座城市血脉的一种根续。周总，那接下来什么时候能够真的让大家在影院中看到咱们的这部影片？那么今天除了是我们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官方公布了一个很重磅的消息，我们的舞剧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将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6月15号来做世界首映。那这个对我们整个电影主创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振奋的，也说明了就是这个专业领域对我们这部电影的肯定。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全国公映啊，会在国际电影节期间，因为我也知道很多这个粉丝，我们电波粉丝都等得很心焦啊，都纷纷在问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相信啊，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影迷、我们的电波迷都能很快看到我们这部电影。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今天晚上在这个东方明珠啊，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呢，还有2段神秘的信息传递出去了。这是2段什么样的信息呢？能给我们做个介绍吗？这个神秘的信息跟我们的摩斯密码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李白烈士啊，我们这个李霞主人公电影的主人公，他呢就是这个发送电报，发送了最后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以后被捕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在东方明珠塔亮灯的这个电波打出的一段，我们上海写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封红色情书，它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呢，它有个英文名叫 Red Radio Over Shanghai。今天晚上东方明珠塔的这个亮灯活动，其实是对这个片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明珠塔亮灯传递电波密码的同时，感受到根据红色血脉的这个精神，我们的电波精神在我们上海这座城市，在整个中国能够这个放扬出去。确实属于红色的浪漫，属于我们上海的红色文化，对于它精神的一种传递。那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未来，嘉俊对于我们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演出，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来观看这段属于我们的红色记忆。嘉俊可能接下来还要很辛苦，参与很多场的演出。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加让大家震撼人心的表现。那王团呢？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舞剧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期许？应该说我们永不消失的电波这个舞剧一直是深受全国各个大观众的这个热爱和关注的。那我们从我们剧团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会继续的做好我们的本职的工作，演好我们的舞剧。同时我们也通过电影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更多人来喜欢，更多人还没看到舞剧的人来更多去关注我们的舞剧。那也是希望能够舞剧从现在是614场一直到700场一直到800场，我们会继续的认认真真的做好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舞剧演下去。
其实正如王团刚才说的这样，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周玉组刚才一直提到电波迷啊，在这儿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全国广大电波迷说的呢？我们公司非常荣幸受到上海歌舞团的信任，来制作这样一部对于所有电波迷来说非常宝贝的一个 IP 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一定不辱使命，让更多的受众走进剧场、走进影院来观看我们的这个作品。好的，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三位。谢谢，谢谢。75年前的5月，人民解放军不畏牺牲，让红旗插满上海城头。75年后的今天，通过5剧电影，我们用更现代、更年轻的方式讲述这个红色故事，在舞台上掀起红色文化的热潮，纪念得来不易的历史胜利，也是致敬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致敬上海这座英雄之城、人民之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进入夜线角色，我们来关注巴以冲突。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昨天表示，该组织当天使用多枚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这是近4个月来该地区首次遭火箭弹袭击。同一天的晚上，以军多次轰炸了拉法的一处难民营的帐篷区，已经造成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至少5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由于大量人员被困火灾现场，救援人员难以抵达，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8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射向以色列中部，其中多枚被防空系统拦截，有火箭弹落入特拉维夫北部的空地。以色列急救组织称，有3人在撤离时受轻伤。这是哈马斯数月来首次向人口稠密的以色列中部发射火箭弹，对此以军迅速展开报复。当晚，以军多次空袭拉法西北部的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引起大面积火灾。这处营地位于以军所谓的安全区，集中了数千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截至目前，空袭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至少5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仍有大量人员被困火灾现场。以军今天凌晨证实对拉法发动袭击，但表示袭击目标是一处哈马斯的大院，行动炸死了哈马斯2名高级别官员。以军还称注意到空袭伤及平民的报道，正调查相关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以军空袭的这座难民营属于以方在拉法指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此次的袭击，专家是怎么说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疯狂就是一遍一遍的做同样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我觉得现在这个巴以冲突恐怕就是有一点类似的这种情况吧。那么哈马斯对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它的目的呢，其实是向以色列、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就以色列是无法消灭哈马斯的。哈马斯向以色列的这个居民区发射火箭弹，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则是在自己划定的安全区内，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同时需要指出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面划一个安全区，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每次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呢，都是以打击哈马斯为由，但事实上都造成了平民的伤亡。以色列的真实的目的恐怕是蓄意减少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对加沙地带实现完全的军事占领。备受关注的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公安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单月立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被骗损失金额下降近30%，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的态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赴东南亚相关国家，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依托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捣毁境外诈骗窝点37个，形成强大震慑。特别是2023年7月以来，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取得重大战果，4.9万余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4大家族犯罪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
根据此类案件特点，公安部持续部署开展云鉴、断卡等专项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2万名，其中包括诈骗集团幕后金主骨干426名。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公安部加强预警拦截。2021年以来，国家反诈中心累计下发指令6.6亿条，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1844万人次，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69.9亿次，短信68.4亿条，紧急拦截涉案资金1.1万亿元。公安部介绍，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查处治安案件数较2019年分别下降12.9%、9.7%。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记者王一鸣、董宝忠北京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的11点07分，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发生了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截至目前，当地尚未收到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报告。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落镇，地震发生时，震中附近乡镇震感强烈。在水落镇小学，当地居民记录下了地震发生的过程，周围山体在地震中晃动，山上石头滚落，激起阵阵烟尘。这边没得人员伤亡，就校舍那些没得啥子问题嘛？没得，安全，全部处理到安全地带。接报后，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紧急视频连线当地应急管理局，调度了解灾情，指导勘察搜寻和抢险救援工作，调派救援力量工作组等赶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目前，未接报人员伤亡、房屋受损信息，电力通信正常，救灾核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据了解，地震发生前，四川紧急地震信息服务平台提前35秒向西昌市发出预警，提前118秒向成都市发出预警。专家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平、地震序列特点等综合分析认为，原震区近几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我们再来看到今天下午的1点40分左右，安徽铜陵市大同镇陇苑小区一栋5层居民楼的一侧发生了坍塌，经排查约5人失联，其他涉险人员已经安全撤离。晚上的8点22分，搜救现场发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经紧急送往医院，目前现场仍在全力搜救。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今天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8年拒绝涉台提案。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府表示，本月24号发生的山体滑坡导致2000多人被埋。据联合国机构的估算，本次灾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70人。当地时间24号凌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恩加省发生严重山体滑坡，超过6个村庄受灾，上百栋房屋被埋。连日来，面对最深达8米的废墟，当地民众却只能用最简易的工具寻找生命迹象。目前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由于灾区位置偏远，通讯不畅，进入灾区的陆路交通仍未完全打通，加上当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地形不断移动，不仅严重阻碍了救援进展，也令次生灾害的风险不断上升。目前，当地政府已在事发地区附近安全地带设立了收容中心，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必要救援物资正在准备运输和分发。巴新国家灾害中心已向灾区所在地恩加省拨款50万基纳，约合94.4万元人民币，用于援助当地山体滑坡受灾民众。以上就是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朋友们，再见。再见。